如果你接到电话，我很抱歉，我失业了，坐在房间角落，手里拿着银行贷款账单，口袋里的手机不停震动。我没有立刻去接，大概又是房东打来催这个月的房租。房间很安静，安静到连冰箱运转的声音都像某种倒数计时。从离开家到现在，我尝试过很多生意，网拍、代购、短影音剪辑、二手交易，最后只证明了一件事：我是个失败者，不止欠下债务，甚至连一份电话接线员糊口的工作我都保不住。我还记得离职那天，油腻的主管把女同事堵在茶水间角落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抬头看向我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视线相交，或者她看向我的表情再平静一点，我都不至于失去工作。但我最后还是开口了，因为我忽然想起一句很久以前听过的话：有人主动求助，我们不该视而不见。那是我父亲以前常说的。已故的双亲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的人生，我是他们活过的证明。手机依旧响个不停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算接起电话，像个卑微的寄生虫那样请求房东再宽限2个月，然后继续挣扎，像所有努力活着的人们那样。我把手机拿起，来电显示却不是房东，也不是昨天那间让我抱着最后希望的行销公司，而是未知来电。我皱了皱眉，难道是银行贷款打来提醒账单已经过期1周了吗？我整理情绪后接起电话，电话另一头先是一阵短暂沉默，紧接着一个近乎失控的声音猛然响起：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声音大到我下意识把手机稍微移开耳边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维持平静。太好了，终于接通了。对方像快哭出来一样喘着气。很紧急，我们迷路了，我朋友失踪了，还有人死了，而且样子很奇怪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只要一没注意，他的动作就会变。我们已经打了几十通电话了，没有任何一通接通。求求你们，你们可以赶快过来吗？我沉默了几秒，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恶作剧电话。很多年轻人酒后都喜欢玩这种无聊游戏，大学时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是平常，我或许还有心情陪他演下去，但现在没有。你打错电话了，我说，我不认识你。如果你真的看到尸体，你应该报警。很抱歉，我现在没有心情陪你玩。电话另一头安静了半秒，接着对方用颤抖的声音说：你们不是警察局吗？我拨的是警察局的号码才对。算了，无所谓。求你帮我报案好吗？我们真的需要帮忙。最后那句话带着明显哭腔，我忽然有点犹豫。万一这真的是重大案件呢？帮忙报警也只是举手之劳。于是我揉了揉眉心，你们现在在哪儿？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几秒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接着他用极度不安的声音开口：我发誓，我没有吸毒，也没有喝醉。我们在 X 大学南宿，但又不像。这里不是我们平常住的宿舍。他的呼吸变得急促。我们本来只是去接喝断片的室友，他打电话说自己在 KTV 迷路了，电话还突然挂断，无法回拨。我们以为他喝太醉，就打算把他带回来。结果搭电梯到1楼后，他停了几秒，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外面不是宿舍，像办公室，白色灯光，灰色隔间，一整片看不到尽头。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把手机贴回耳边。电梯显示确实是1楼，但这里根本不是学校。我们以为只是电梯故障，把我们送到奇怪楼层，所以留了一个人在电梯口等。如果电梯恢复正常，就立刻通知我们。然后我们3个一起去找楼梯。他的语速开始变快，像害怕自己停下来。可是情况越来越不对劲，我们沿着墙壁直走，走了至少30分钟，完全没有转角。宿舍楼不可能这么大。后来我们想打电话，才发现手机全部没有讯号。我不自觉皱起眉，电话那头还在继续。我们回到电梯的位置，结果留下来的室友不见了。我们开始大喊他的名字，然后忽然听见电话声从某个隔间里传出来。我们开始循着声音找，但电话声一直移动，像故意在引我们过去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房间好像变安静了，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电话另一头继续说着。后来我们看到一个隔间有人趴在桌上，他穿着衬衫，一动也不动。我们以为他只是睡着了，但靠近后才发现，他的声音开始发抖。他身体是冰的，没有呼吸。有人死了，真的有人死了，吓得我们不敢靠近他。旁边隔间的电话突然又响了，我们找到桌上的电话，接起来后，对面没有任何声音。我们试着报警，打了很多次，全部都没有人接听。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像快崩溃一样。然后我们发现，那个人变了。我背后忽然一阵发冷。刚刚明明是趴着的，但再看一次时，他已经仰躺坐在椅子上了。下一秒，电话断线了，房间重新恢复安静。我坐在原地，好几秒没有动作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忽然觉得房间里的灯光变得有点太白了。我低头看向手机，讯号消失了，一格都没有。我试着重新拨号，没有反应。某种难以形容的不安感慢慢爬上背后。我站起身，房间明明没有任何变化，却莫名透着一股陌生感。我看向角落，那台很久没用过的桌上电话，打算用它帮忙报警。微弱红灯一闪一闪，电话很快接通。我瞬间松了口气，快速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以及 X 大学男宿的地址全部说了一遍。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几秒，接着那名警察用疑惑的语气开口：“你打错电话了。”